普京已经明确地表示，必须撤销2008年布加勒斯特北约峰会的决议。当时的那份决议明确地表示，一定要把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发展成北约成员国，这等于是要狠狠地抽打北约的脸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包明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普京想要北约明确地拒绝乌克兰，美国能忍受这个大耳光吗？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军事对峙已经持续了1个多月，虽然冲突还没有爆发，但是也没有缓和的迹象。俄罗斯的17万大军利亚边境弯弓待发，只等普京一声令下，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越过边境。如今呢，西方舆论已经从叫嚣变成了担忧，这俄罗斯到底开不开战呢？从俄罗斯现在的财政状况看呢，普京显然是不倾向于打一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。而且乌克兰呢，不是车臣，也不是克里米亚。如果俄罗斯真的像西方所描述的那样，动用100个营级战斗单位从6个方向同时进攻乌克兰，那没有人可以保证这场战争会不会升级成全面战争。这对今天的俄罗斯来说是一个考验也是不利的。俄罗斯的边境增兵举动实际上是被迫的防守，因为乌克兰正在积极的寻求加入北约。如果俄罗斯不表现出强烈的反对的态度，并且采取一定的实际行动，做出一定的姿态，说不定北约就顺水推舟就接受了。到那个时候，北约可以合法的在乌克兰部署重兵，枪口炮口顶着俄罗斯的下巴，那滋味肯定是不好受的。乌克兰与俄罗斯是邻国，俄罗斯的经济和社会的精华地带距离乌克兰边境都不算太远。有人认为，如果美国把研制中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在乌克兰境内，很容易就可以打到莫斯科。其实根本就用不着等到2023年呢。美国现在把 F-35战斗机部署到乌克兰，就可以轻松地穿透俄罗斯的防空网，让莫斯科是夜不能寐。所以普京是无论如何也要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包括美国在内，整个北约在乌克兰局势上表现出了纸老虎的本质。不但美国总统拜登公开表示绝不会因为乌克兰而出兵与俄罗斯对抗，连德国、法国政府高层也没有任何出兵的意思。德国的国防部长甚至还表示要严厉的制裁俄罗斯，不让普京去巴黎的香榭里舍大街买东西，这就是开玩笑了。所以拜金虽然一开始处在被动状态，如今却拿到了一定的主动权。既然对手是些纸老虎，那么俄罗斯就要试试他能不能要一份法律文书做保证。普京已经明确地表示，必须撤销2008年布加勒斯特北约峰会的决议。当时的那份决议明确地表示，一定要把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发展成北约成员国，这等于是要狠狠地抽打北约的脸，扇美国的耳光，就是要让你北约变成一个说话散不得寿的玩意儿。有人表示这样的要求等于是干涉了乌克兰的内政，剥夺了一个国家自由结盟的权利，那又如何？事关俄罗斯的国家安危或民族的生死存亡，这些道德原则还能限制得住普京？所以普京在达到目的之前绝不会退兵。所以我要为普京大叫一声好样的。普京的想法能不能实现呢？说实在话，我觉得希望也不是很大。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这场战争是谁都不敢打，俄罗斯只要拿不出更多的手段来向乌克兰和北约施加压力，就会形成僵局。虽然冬季来临呢，俄罗斯可以用天然气的开关来控制欧洲人房间的温度，不过如果切断了天然气供应，俄罗斯自己也会失去经济收益，让国家财政再次陷入危机。所以乌克兰问题很可能就会这样僵持下去，直到局势发生变化，或者某一方突然采取行动来打破僵局。另外，就算北约同意了俄罗斯的要求，暂时不把乌克兰纳入北约东扩的进程，但西方政客今天答应的事情，明天就可能找借口推翻。都是欧洲人，都信奉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。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局势暂时还不会对中国有直接的影响，美国也不希望在这里爆发战争。如果双方真的干起来，美国就算不参战，也要把相当大的注意力和精力放到欧洲。乌克兰是挡不住俄罗斯军队的，假如俄罗斯击败了乌克兰，扶植一个亲俄政权，那么北约在欧洲东部的战略态势将完全逆转，美国不驻扎重兵，可能中欧乃至西欧都会倒戈。
但是把重兵投入欧洲、亚洲太平洋地区怎么办呢？这边还有一个让美国很不省心的岛啊，在太平洋方向，美国一共只有3个盟国：韩国、日本和澳大利亚。韩国无心和中国对抗，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那就是一个屁，仅仅凭借日本和西太平洋的美军根本无法和解放军掰手腕。美军当面的解放军可不是17万人哦。看来呀，在乌克兰局势上最难受的首先是乌克兰，这当然了，这是他自找的。其次就是美国，不知道快80岁的拜登大叔啊，能不能受得住啊？好，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。